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之前跟大家提过，我从下一个月开始要去休假了，但是给这个会员专享的这个周末漫谈呢，我会尽量的每一周都会有更新，但是时间上可能不一定是100%保证是每一个周末，有可能是某一天，但是尽量会保证每一个周末每一周都能有一个。在这里提前说一下。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禅师的原文，也就是第52课，这是禅师发表在新浪博客上的一个原文地址，这是他的文章。我之前的想法是想截取某几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解读一起来读一下，但是发现这第52课每一个字都特别的经典，所以说把整个的文章我们今天就通读一下。然后为了让我这个读的不是那么的干的话，我在这里加了一点背景音乐，大家可以反馈一下这个音乐如何。如果说觉得有背景音乐能好一点的话，那么以后的周末漫谈也好，或者说盘后的解盘，我都可以加一点背景音乐，呃，就显得我这个不是那么的干。有时候讲的可能知识太多的话，显得太干了，可能大家长期听下去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枯燥。对吧？我们稍微加一点东西，看一看情况。现在是开始了背景音乐。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第52课。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再看一下他的课后的回复。但是这在他的原文这里啊，已经看不到课后的回复了，所以说还是比较可惜的。但是我已经找到了这个在网上其他的地方找到了课后回复，跟大家读完这个原文之后，我们也一起看一下课后回复。那么这就是第52课，我们看一下。本 ID 一直强调无需预测，并不是说市场走势就绝对不可预测。把这个画图软件弄出来。相反，市场走势当然绝对可以预测，不过这里的预测跟一般所说的预测并不是同一意义。一般的预测是建立在一个机械的上帝式思维基础上，这种思维把市场当成一个绝对的、不受参与者观察所干扰的系统，因此而行为一套所谓的预测标准，一个建立在错误的思想基础上的标准。这种预测本来就不存在。关于这点，如果说你对量子力学的历史发展又有了解，不难理解。其实啊，学禅论呢，其实是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你思维方式的这么一个方法。确实是有一点点的门槛，还有一点点，很多时候吧，你感觉操作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顺畅。当然了，你要是说去预测的话，当然是最简单了，当然是基本上不用思考，我预测嘛，张嘴就可以预测。我预测是明天那个大盘要涨多少多少点，明天英伟达又可以暴跌多少多少点。对吧？你随便说呀，对不对？这预测是最随意的、最随便的，不需要动脑子思考的就可以预测。但是呢，禅师这里的预测跟一般的预测意义是不同的。他说这个预测其实是不测而测，就是一种完全分类的一种方法。我们接着往下读。市场的预测观察参与者，恰好又是市场走势的构成者。所有的人都是市场走势的构成者，对吧？都是市场的分例，这就是市场预测的最基本起点。因此，市场的走势模式，归根结底，就是市场预测、观察、参与者行为模式的同构。这话说的太重要了，对吧？它这个归根结底就是市场预测、观察、参与者行为的一个同构。这意味着唯一并绝对可以预测的，就是市场走势的基本形态。不学无术之辈喜欢谈论所谓的点位，却不知道点位只是基本形态的一个结果，是当下中形成的，形态是不换的，点位是不换之换。只要把握了这不换，其换自然就在当下的把握中。那种追求对点位的非当下把握，绝对的是脑子进水。因此，点位都是当下形成中的，
这是一个不患，企图逃离这个不患而谋其患，不是脑子进水是什么？正因为点位都是在基本形态的演变中当下形成的不患，才有点位的不患之患。这里面好多患的不患呢，给大家说的可能都有点那个晕乎了，对吧？就说白了就是你所有的观察，所有的分析都要基于当下的走势，你不能够脱离当下。你任何的分析脱离当下的话都没有任何意义。说白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们往下看，明白这个道理，才算有了市场预测的正眼。说无此正眼都是瞎掰。而实际操作中最基础的就是对基本形态的最基本把握，这是不患的。只有立足于这不患上，才有对点位之患当下的把握。说白了，所有的操作练习归根结底就是在此之上。所以本艾迪说自己只是一个训练者、引导者，因为当下只能是你的当下，离开你的操作当下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不难理解另外一个操作上的不患，就是你事先确立的操作级别，这是不患的。这个我跟大家在盘后解盘中说过很多次，还有这个周末漫谈中也说过，你一定要确定你的操作级别啊，这是你每个人都只能确定你自己的操作级别，没有人知道你个人的情况，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你的操作级别。你是能够每天看盘，这主要是根据你的那个看盘时间的，对吧？你每天能够大量看盘的话，你可能需要去看5分钟、15分钟，甚至是去看1分钟。如果说你可能每天工作很忙，只能是下了班或者说中午吃饭的时候瞅一眼的话，那你就不能去看1分钟、5分钟、15分钟，因为你来不及操作呀，对不对？你就要把你的交易级别提高。所以说事先确定的操作级别，这是一定是不换的，是固定的，对吧？你既然固定下来了，你就按照这个去操作。市场归根结底只是你的市场，一定要注意了。任何人的分析都是基于他个人的立场的一个分析，这个专家说了要到多少点，那个专家到多少点，但也只是他们的分析。所以说你一定要基于你自己，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分析，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对吧？就像一个看花只能看到花的眼睛，那自然看花就是花，不会把花看成猴子。科学的把戏就是要先假设所有的被科学定义为眼睛的物体都只能把花看成花，所以科学在股市上注定死无葬身之地。这个说了半天啊，其实就是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一定要自己去定你的交易周期，你所能够认知的那个系统。所有的市场都必然只能是你当下观察操作中的市场，离开你当下的观察操作，市场对于你来说并不存在，是毫无意义的。巴菲特是牛，他操作的周期可能是季、周、月、年，对吧？但是对你来说其实并不存在呀，没有意义，因为他操作的周期你操作不了啊。而你的观察操作必须有一个不换的前提，就是你的操作级别。这个操作级别等于一个把花看成花，或者把花看成猴子的眼睛。在你的世界里，把花看成花与把花看成猴子所包含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关键是这个模式而不是花还是猴子的不同设定。所以本ID的理论里可以适用于任何操作级别的人，因为不同操作级别的之间的基本模式是相同的，这是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这个我也说过很多次，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前面这段就是本来这理论里可以适用于任何操作级别的人，因为不同级别之间的基本格是同构的，这是市场中就是说我跟大家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很多次，无论是分析哪一个票，对吧？你分析英伟达还是 AMD 还是台积电，所有的股票啊都可以分析。然后呢，所有的级别我也能分析，我能分析周线，我能分析日线，我能分析60分钟、30分钟、15分钟、5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级别、每一个股票，我用的方法是一致的。你只要学会了这个方法之后，那么，而且这套方法是适用于任何人，你不需要有博士学位，你不需要那个是有多高深的那个科学理论知识，对吧？所以说这是适合于市场中。基本上可以说是适合于市场中所有的人，你只要有一点点小钱，都可以进入市场里来玩一玩。
所以说这是都可以来学这个理论。注意，这个特征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特征之所以存在，归根结底就是市场参与者有着基本相同的结构，这结构归根结底就是贪嗔痴疑慢。其实禅师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他这个方法适用，因为他这个方法就基于所有人的贪嗔痴疑慢，你只要是人，不管你是爱因斯坦还是巴菲特还是我们普通的小散户，你只要是人，你就有这个基本特性，你就有贪嗔痴疑慢。基本可以这样说，在六道轮回里，任何的类市场形态，本 ID 的理论都适用其中，因为这贪嗔痴疑慢是同构的，所以本 ID 这理论的种子种下后，就算你轮回到其他道上，那里恰好有一个股票市场，你也可以在其中如鱼得水。其实啊，就是好像之前有人也问过，我忘了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我看到的其他人问的，或者说是什么论坛上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技术分析有效？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我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然后从那个禅师的原文里面也能找到答案，对吧？就是人的贪嗔痴疑慢。为什么你去分析1929年的美国股市的图形，或者说拿到现在的那个今天的这个股市图形，都可以用技术分析来分析呢？因为1929年的人他也是人，那么是人的话，他就有贪嗔痴疑慢。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公司大机构他们在做那个机器人交易的时候，他们要做那个 backtest， 他们那个交易系统要做 backtest 的原因，就是因为1929年的人跟我们当下的人根本上是没有区别的，都存在贪嗔痴疑慢。这也是为什么交易系统技术分析有效的原因，就是根本原因在这里。那么市场的最基本形态是什么？最基础的，反复说的是以中枢级别为基础的趋势与盘整。又提及了，其实最基本的根本的就是趋势与盘整，而背驰的级别一定不小于转折的级别，是市场预测的最基础手段。例如你是一个30分钟级别操作者，那么任何30分钟级别下跌及30分钟以上盘整，你都没有必要参与，对吧？因为你定的级别就是30分钟啊，所以说30分钟级别以下以及30分钟以上盘整你都不跟你没有关系，所以这就是你要定你交易周期的原因，你都没有必要参与。因此当一个30分钟顶背时出现后，你当然就要绝对退出。为什么？因为这个退出是在一个绝对的预测基础上的，就是后面必须有一个必须是一个30分钟级别下跌或扩展成30分钟级别以上的盘整，这就是最有用最绝对的预测，这才是真正的预测，这是被本 ID 理论绝对保证的，或者说这是被市场参与者的贪嗔痴疑慢所绝对保证的，对吧？这还又是提及了这个你的操作级别，你只要定好了你的操作级别，其他都是噪音。本 ID 的理论归根结底就是研究这贪嗔痴疑慢的，因此也就知道为什么市场的操作归根结底就是人自身的比较。为什么本 ID 可以把理论大肆公开而不影响本 ID 自己的操作？因为只要这世界依然有这贪嗔痴疑慢，本 ID 就如鱼得水。有人整天吃谈学佛，其实炒股票就是真正的学佛，不在这贪嗔痴疑慢的大烦恼中如鱼得水，得大自在，你那佛顶屁用。这禅师这文章真的是不知道大家读完之后，你真的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去仔仔细细把他的文章好好读一遍，这里面的好东西太多了。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52课的这个课后回复，因为它这个下面是辅录我们就不读了，然后它那个课后回复的话在这里没有了，但是看一下我找到的这个，这是它这个课后回复，我们来看一下一起。路人问，这个股票由于3月中的停牌，造成4月初复牌后的2个涨停板，月线上就留了一个大缺口，现在股价一直在震荡，难道这样的缺口一定要补吗？禅师说，谁说缺口一定要补的？像突破性的缺口就不补，像上海94年在300多点还留了一个，就说这个缺口补不补啊？其实也很多人也有过类似的疑问，就好多人就是那种很武断的就说啊，所有的缺口都要补，
其实突破性的缺口，什么是突破性的缺口？就是在这个走势刚刚开始的时候，一般会形成突破性的缺口。比如说底下一个盘整，然后一个啪，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然后继续延续，然后在这里，然后继续震，然后这里啪又来一个缺口，然后啪继续涨。这个第一个缺口一般都是突破性缺口，后面这个缺口叫中继型缺口，还可以在这个最上面再来一个小缺口，然后再给你涨个一点，这个缺口叫衰竭性缺口。一般缺口就有这3种：突破缺口、中继缺口、衰竭缺口。一般的这个衰竭缺口和中继型缺口都要被补掉的。那么突破型缺口的吧，就看它的情况，一般是不补的。像这个禅师的这个例子，就是这个94年3月份在那个上海指数上有一个缺口，大家也可以自己看一下，确实还存在。那么在咱们美股里面的例子的话，就是你看特斯拉在那个当时在下面有一个大的盘整的时候，也是一个跳空缺口之后，然后去往上走的。那个缺口就是因为特斯拉也是经过那个复权，它有那个拆股，最底下那个缺口是没有被补上的。现在，所以说突破型的缺口一般是不补的。所以说这是给到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路人问：今天操作也郁闷了，扔了999的1/4仓位，想回补，结果错过了机会，补了一天的998，结果998萎靡了一天。我今天老老实实的，反倒收益新高，还是技术不行啊。这是这位朋友跟禅师来那个倾诉一下，对吧？就是也是因为毕竟那个我们炒股票嘛，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是类似一个独狼的一个状态，有的时候也确实需要一个渠道来分享一下，这是也是每个人都有这种需求。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应该把做错的原因找出来，每一个都不能放过，这样才能磨练出精确度，否则看均线就可以了，还那么简单，对吧？这也禅师说了，均线其实就是辅助的一个东西，不是禅论的一个核心的东西。那么你要想学好禅论的话，你要把你每一笔交易，不要忽略你每一笔交易。现在的大家，我发现就注意到了一些那个微信群也好，或者一些论坛里面，当然我自己是没有微信群的，我只是在别人的微信群里面就是看，我也不发言。但是就会发现好多吧，就是交易的太随意了，每一笔交易，抬个鼠标啪就点，或者说手机上现在都很方便，1秒钟就进去了，但是也不想，对吧？也不去即使亏了或赚了，也不去仔细思考到底因为什么。所以说，我们既然好想学禅论，想学理论的话，就是要踏实下来，每一个错误都要把它找出来是什么原因，然后看能不能够预防这种情况，对不对？能不能控制它？你这样才能把精度提高上来，因为我们精度是需要磨练的。你节奏是那个首先节奏是不能错的，但是精度的话是需要磨练才能练出来的。路人问我这2天老是卖最强的股，减仓这个股票，昨天卖出了这个，买的都还在盘整，像这个我昨天卖了，今天这个位怎么才能把握呀？就是说我们在散户中也经常有这种经常卖最强的，比如说哎呦买了英伟达涨太多了卖点吧，我买了那个微软涨太多了卖点吧，然后买什么呢？买一个那个还没怎么涨的吧，还在低位的，对吧？买一个 Snowflake， 买一个什么那个WBA， 买一个什么玩意儿，对不对？都在低位呢，对不对？很多人都有这种，对吧？卖最强的，然后发现哎怎么英伟达越涨越高啊？你卖了之后，英伟达越涨越高，然后买的什么那个 Snowflake 呀，什么其他的小例子越在地下趴着，也不一定是下跌，它也可能一直趴着，大家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就觉得哎呀，那个入袋为安吧，落袋为安一点吧，然后买一点没怎么跌的，或者说还没怎么动的，会不会出现补涨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情形，都有这种想法，哎，很正常。禅师说，不熟练的可以把级别放大点儿。别1分钟都没有背驰就急于操作，甚至可以规定自己那种5日线都不跌破的调整就可以不管。另外，卖了是为了买回来，特别对那些大级别在强势上升的股票，否则卖了不买那为什么，对吧？好多人大家也会有这种情形，就是我也会有的时候就是卖了之后发现哎买不回来了，对不对？就是说一定说把那个周期放大一点，不要看得太小。一旦你的这个周期放得太小的时候，比如说你天天去看那个分时图，或
或者看1分钟、5分钟的图，哎呦，那个波动线呢，就跟那个心跳似的，对吧？上上下下的，我感觉好刺激。但是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你这样看呢，因为你交易不了那个周期呀，你交易不了的周期都是噪音，你这么想就好了。你只要把那个噪音过滤掉，那你的世界就清静下来了，立刻。所以说，定好自己的交易周期，稍微放大一点，不熟练的时候，把周期放大一点，多看一看大周期的日线、周线、日线、周线、月线的这些周期，多看一看，这才是能够，因为周期越大，级别越大，你所能够进入的仓位越多，因为周期越大，它对应的空间就越大。为什么要做大周期的原因就在这儿，对吧？我们既然进场了，肯定是来想赚钱的，是想赚大钱的。我天天赚个1%-2%，对吧？每次进了1%-2%，然后错过了10%-20%，那你没有意义，你不是当功夫吗？浪费时间吗？对不对？再看，昨日进入这个票，原本看该股高级别图形不错，仅 M1 和 M5K 线欠佳，不料进入后被套。加上一旦今日加息出台，周一是否要拼命出逃，规避调整风险？但是说明显的思维矛盾。既然你是看好大级别的，就要看大级别的图形来思维，而不用管小级别的事儿。如果你只能忍受小级别的波动，就按小级别操作，不能大小级别混乱了，对吧？这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那个，就是你还是看你的那个看的图。大级别的你就要大级别的操作，不能够大小混到一块儿去。路人问，很不幸碰到这个807这个瘟神，已经温了快2个星期了，振幅也不大，做短线也够呛，看30分钟线简直就是条直线，我已经快被他搞得吐血了，自用利用率全耗在他上面了，请问之后应该怎么操作呀？这也是大家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对吧？买了一个票，我看好了，它不动，对吧？觉得好像好闹心呢。其他的票可能都天天都在涨，但是我手里拿这个不动。看禅师怎么说的。禅师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大涨后才买？大涨后调整很自然，对吧？大家也是散户嘛，韭菜都会有这种，什么涨得好我才去想买什么，涨得越好我越敢追，对不对？就是所以说都会有这种心态，追涨这种心态，这是人的天生的一种，就是一种跟那个贪嗔痴疑慢是有关系的。这个路人问，他今天有2个问题：今天跟您学习，但如何把以前的东西尽快补上；2，在实际操作中我有个毛病，小级别背驰全进全出，因为花心总忘了回补，错过了好多主升浪，您可开个方子？这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对吧？可能赚了1%-2%，哎呀挺爽的，哎发现哎后面还有10%-20%，但是我已经卖完了。禅师说，从中枢开始一路学下来，先学好再用，心态好点，真学会了机会多多，别学一半就急着用，这样会乱套的。继续努力，功夫是练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本案例最多算是个陪练，功夫还是靠自己，对吧？就是从中枢开始，中枢呢什么时候第几课开始呢？第17课。从第17课，你如果说想其他的前面想先不看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从第1课到第16课其实也非常的精彩，也是禅师的一套思想写下来的。虽然说它跟禅论的那个中枢这些不相关，但是跟思想相关。所以说你学好之后再去看前16课也没有问题。你说只想学中枢的话，禅论的话就从第17课开始看。所以说这是给禅师也是苦口婆心呐，对吧？说了好多这些东西。然后第2个问题，他说是小级别全进全出，然后忘了回补，然后错过了主升浪。禅师的答案就是或者回答是只看大级别的图，或者只反复操作几只股票，对吧？这其实是他的一个精髓啊，他的思想中的一个精髓，就是反复操作几只股票，把你的成本操作的那个持仓成本降低到0到负，对吧？你只有这样成本够低的时候，你才不会在乎每天的几个点的波动，你才有耐心的长持，对吧？你只有盈利的情况下，你长持那才爽呢。你如果说被套的情况下长持，那有啥意义呢？哎呀，好多人说，哎呀，我能长持，我都拿了好几年了，都套了好几年了，对吧？都已经套到那个无所谓了，那你有啥意义呢？你套个10年8年的，你不赚钱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的在上涨过程中，我是赚钱的那个长期持有，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心态不要搞错了，虽然说都是长持，但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好的，那么的话，回到我们这个复盘，这个刚才是这个跟缠论相关的一些东西，现在我们看一下下周要非常多的这个数据，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下周啊，美国的这个7月4号又是独立日假期了，然后在7月3号的话，它是提前收盘的，美东时间下午1点就收盘了，要注意，所以说周四又是假期。那么在下周我们看一下其他时间。就是在周一有这个 ISM 的一些数据，然后周二呢，这个联储主席又出来讲话了，然后周二还有这个跟这个就业相关的，然后周三虽然说这个是半天吧，但是还是有这个 ADP 数据，也叫小非农数据，然后还有就业数据，还有大量的就业数据，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原油数据，如果说你炒油的话，那个也要关注一下原油。这里我多插一句啊。因为在昨天做那个直播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朋友就是小豆子，应该是问那个天然气。其实我真不建议这个大家不太熟练的时候去炒什么天然气。你如果想炒的话，你都可以去炒油，我都建议你去炒原油都比去炒天然气强，或者说你去甚至去炒黄金，玩黄金玩天然气都比那个玩黄金玩原油都比玩天然气强，因为这两个更好分析一些。天然气实在是太难了，而且，如果说不太懂基本面的话，真的是不太好玩那个的。所以说我如果真要玩这种大宗商品的话，倒不如去玩玩石油和那个黄金。然后就是周五就最重要了，本周周五出的这是 PCE 数据，然后下周五呢是有这个非农数据了，又到了非农数据了。所以说这个数据，本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对这个市场波动目前来看影响并不大。那么再看一下这个非农数据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大盘指数。我把我的这个 Trading View 调出来。好的，这是我的这个 Trading View。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好的，看一下我们的大周期。先看一下月线的。那么月线的话，本月因为刚刚过去的周五，就是刚刚过去的周五是一个最高点是在5523.64，对吧？本月又是一个大阳线，收了这个3%多。那么月线上还是没有顶分型，月线上想要下跌的话，一定要出现顶分型才可以。任何的转折都要有顶分型，或者说有底分型，对吧？没有顶分型，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说整体来讲，这个对做多或者说向上的这个动能还是看多的。整体来讲，你看它这个 MACD 冲得非常好，张口张得非常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不要轻易去做空的。那么这是在月线上，看一下周线。那么周线我们看一下，就是从这个3491这个起涨点，然后有一个中枢进入段离开段，这个离开段目测也知道比进入段强。所以说它现在啊，更大的可能，即使有回撤的话，也不过是在这里形成第二个周中枢，然后形成周线中枢之后，看它能不能再次打一个离开，对吧？或者说呢，给到一个3段的这么一个回撤也可以，给到一个3段的回撤，对吧？也是可以的，就是看它怎么选，3段的回撤，或者说就看它是一个类似一个这个不出低点的这种出现中枢。还是说出现低点的这种两种情况，也可以是一种不出低点的这种，在这里震出了一个中枢来，对吧？看它是怎么选择。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起涨点，你去这个测一个它的这个黄金分割位置，对不对？这是在周线上，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这个次级别，从4103上涨的这段的一个次级别，就看一下针对这个中枢的离开段，它的内部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能不能够结束。但是呢，本周收的这个 K 线，我们看这个 K 线，这个 K 线呢是一个类似一个上影线是比较长，然后那个 K 线实体基本上就是一个十字星的一个状态，类似一个墓碑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一个宝剑或者叫十字星吧，一般都叫十字星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基本上要选方向了。在周线上的话，基本上要做选方向了。你看这个 MACD 也是，这个张口也没有前面张口张的这么大，对吧？
基本上要收口了，然后这个柱子的长度也不再伸长了，所以整体是趋缓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周线上要注意，下周如果说出现调整的话，如果说周线上下周要跌破本周的这个低点5446.56的话，那么意味着周线上就出现顶分型了。周线出现顶分型，那么你要注意了，因为从这里涨上来之后，这里出现过一次顶分型，第二次、第三次，这都第4次顶分型了。看看出现顶分型之后能不能够回撤一笔。出现顶分型啊，不代表100%要回撤一笔的，你要看它后期的一个走势的，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一下出现顶分型之后它的延续性。那我们来看一下4103到这个5523的这个内部结构，看一下日线。那么日线上这个结构还是我们每天不是每天了，现在就是周二和周四盘后已经分析过多次，这是起涨点，然后一个3段进那个上升，2次回撤构成中枢，然后这个形成中枢之后尝试离开，对吧？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结构。我们现在关注的重点就是一样的，跟刚才周线上那个关注重点一样，就是这个离开段有没有结束，内部有没有一个饱满状态。周五的话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现在，如果说回来的话，我们先说一下日线上它后期的几种情况，我们做一下完全分类，就是叫不测而测的这个完全分类。如果说回来的话，我们就立刻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对吧？看看它能够回到哪些位置，是到5396呢，还是5357还是5318，对吧？到哪些位置代表了不同的多空强弱，我们说过很多次，0.5以上都是一个多头稍微偏强的一个状态，到0.618的话是多头偏弱了，意味着你这个位置要做多要谨慎了。那么即使可能一个弱的反弹之后，立刻可以掉头了。所以说它不同的位置，我们要分析的不是说这个点位有多重要，而是多空强弱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要分析的就是看，因为我们要进场做交易的时候，你要做多的话，那肯定是多头强的时候你才进呢，对吧？你不可能说我要做多，现在是多头非常弱，我要逆势做，那你赚钱的概率就低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关注的是多空强弱。那么这是它要回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非常什么了。就是走势非常差了，直接砸回到中枢里面来了，也就是砸到中枢的这个上沿5264.85以下。那么这里还有一个中枢的中轨，这个中枢的话是非常的这个空间，它震荡空间特别小，所以中轨在这个位置。那么你可以利用这个中轨还有中枢上沿，那么回到中枢之后肯定会给到一次反弹的，这个反弹就是一个日线的二卖了。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形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应对这个二卖这个情形。那么还有一种最坏的情况就是砸穿这个中枢，砸穿这个中枢直接杀到120天均线，甚至更恶劣的杀到200天均线，那就基本上周线上肯定要大幅的调整了。如果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形，所以说在它下跌的路上，我们是有应对点位的。它下来的话，只要小周期上，你要去观察它的小周期，就是5分钟、15分钟，是不是一种浪形往下走？如果是这种浪形的话，这是一种快速下杀的状态。什么是快杀呢？就是小周期5分钟、15分钟上，它以这种结构下来的时候，你一发现不对劲儿了，它没有抵抗，多头没有抵抗，或者说抵抗非常弱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做多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又杀破了很多的关键的位置，先杀破了0.618，然后又到了中枢的内部，又到了中枢中轨都扛不住。一路下来到120天，可能弹一下直接下来，那么你这时候做多一定要严谨，你就可以其实抱着底仓不动，你就不参与了，对吧？你就让市场去表演嘛。你底仓你的这个成本是低的呀，对不对？你可以不参与它，这个是你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的。所以说，下来不是坏事儿，下来的话只要调整了好了之后，盘整背驰了3段，甚至5段，甚至是带中枢的2个中枢都可以，1个中枢2个中枢都可以。调整结束了，它结束了自然要涨嘛。我们要做的其实说白了是啥呢？走势嘛，不是跌就是涨。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开这个下跌，对不对？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开这个下跌，然后等待这个下跌结束，这个附近的位置，我们开始做多了。它不可能一直跌下去的呀，尤其是在指数上，你要好的个股基本面没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敢买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观察分析基本面。其实基本面跟比价关系更重要。你选好了一个公司之后，它有大幅下跌，你会反而是一个很高兴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又可以进场做多，又可以进场做那个机动仓的一个差价操作了，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了。我不是不害怕那个下跌的，我反而是欢迎它回撤，对吧？你不回撤的话，那么我的持仓成本一直下不来呀，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心态上一个变化。涨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无喜无悲的一种状态的时候，你基本上对操作起来你就得心应手了。那么我们现在关注，再看一下5191它的一个内部，看一下这段的一个内部，看一下它的小周期1小时上。那么1小时上我们在做盘后解盘的时候也说过，但是进入段，然后一个5段上去，1、2、3、4、5，对吧？小周期的话，它一般浪形就多；大周期的话，你想出现一个5浪的话，那你需要的动能就更强。级别越小，它这个浪形可能就越复杂。它5段都是比较常见了，它也还可以出7和9呢，对吧？级别越小，它的那个驱动性越强。我们看一下这个1小时上，这是5段上来之后，然后构成了中枢了。但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变化，它是在这个位置回撤是够笔的。首先这个位置回撤够笔了，但是呢，这个反弹3根 K 线不够笔，然后出现一笔回撤，直接拉回到中枢。所以说你这个这需要调整一下，也就是这笔的那个直接拽到这里，然后这笔回到这里。现在的这个最后2笔的话，你需要调整一下，变成这样了。所以说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嘛，就是说白了，这个回到中枢下沿了，还在做中枢震荡啊，对吧？还在做中枢震荡。我们说过，想要脱离中枢的话，你必须要出现3买或者3卖。那么它往下走的话，比如说踩一脚120小时均线，给到一个反弹，弱的反弹不回到这个中枢，出现3卖，那么基本上就要往下走了，就要脱离中枢。那么立刻从这个5523断开之后，左侧就是一个盘整上，右侧的话就看它是一个3段的盘整，还是一个5段的3段的下跌，还是一个5段的下跌，甚至是带中枢的这种，对吧？那就是后期的一个演变。所以说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中枢，那就是还是要做中枢震荡。看一下这个后期的这个操作，那么策略就很简单了，中枢上方减一减，中枢下方加一加。在昨天在周五没出来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说过这个策略，在周4的这个盘后解盘我就说过这个策略，对吧？那么这前面3笔的时候我已经出现中枢了呀，我不需要后面的4和5才能构成中枢，中枢是前3笔就构成中枢。所以说在周4周5的时候，这些你不需知道的，你的策略也是中枢上方减，中枢下方，中枢上方力度衰竭的时候减，不是马上就减，你要去看它的力度，看它的内部的这个结构力度有没有衰竭。怎么叫衰竭呢？就是内部有没有饱满，有没有背驰，你这个需要降低更小周期的。现在是1小时，你需要去看它的15分钟，甚至是5分钟、1分钟，你才能够找到更精确的一个卖点。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卖的很精确，出现顶分型我就卖一卖，出现底分型我就加一加，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对吧？就是精细度有差别，但是你的节奏不会错呀。你在这个位置卖，还是卖在了这个位置，你有差吗？你现在看没有差别的，就是说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的分析到这里了，大家再见。